如果說2025年中國製造還有哪一個項目最不該失敗，卻失敗的最難看的，那一定是 C919。不是沒錢，不是沒人吹，不是沒口號，而是一年到頭交付成績單只剩13架，像一張被現實反覆踩皺的工業強國承諾書。年初的時候話說得很滿，75架。這是中國商飛給自己定下的年度目標，語氣篤定，信心爆棚，仿佛下一個空中奇蹟已經在跑道盡頭轟鳴待命。幾個月後，風向不對了，目標悄悄改成25架。從爆發元年變成穩中求進，官方話術開始降溫，現實開始露骨。而到12月22日，所有遮羞布被一把扯掉。全年僅交付13架，與2024年一模一樣。對，你沒看錯，整整一年幾乎原地踏步。如果按最初的75架算，完成率不到17%。就算按自我砍掉2/3的25架算，也差了近一半。這已經不是未達標，而是骨折式不及格。更扎心的是，飛機不是沒人要。國航、南航、東航三大航司在2024年年報裡計劃接收 C919 共32架，結果呢？截至年底只拿到12架，需求擺在那裡，跑道也清空了。問題出在了哪裡？答案很殘酷，發動機。C919的心臟來自 CFM 國際，一家由美國通用電氣 GE 和法國賽豐集團合資的公司。換句話說，這架國產大飛機最關鍵的部位捏在別人手裡。而2025年，中美貿易戰進入新一輪拉鋸，美國出口禁令收緊，關鍵零部件供貨不穩定，發動機成為談判桌上的籌碼。零件一卡，整條生產線就得趴窩。廠房再大，口號再響，沒有發動機，一切都是空談。就在交付不斷跳水的背景下，中國商飛迎來了一針強心劑，440億元人民幣國有股東緊急注資。官方給出的解釋很簡單：穩生產、擴規模、衝未來。規劃寫得很漂亮，2026年年產100架，2029年年產200架，數字一個比一個猛，仿佛只要錢到位，飛機就能自己長出來。可現實是，沒有自主發動機，沒有歐美適航認證，生產再快也飛不出去。到現在為止 ，C919 仍未獲得美國 FAA 和歐洲 EASA 的適航許可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所謂趁波音空客出事搶市場，只能停留在 PPT 裡。國內航線還能靠行政協調慢慢消化，但一旦談到海外，規則不是你定的，證書就是生死線。更讓人心裡發涼的是來自乘客的聲音。有人坐上 C919 後才發現，起飛前空乘挨排發紙巾，理由很含糊。起飛後行李架開始滴水，解釋是冷凝水。技術上說得過去，體驗上卻很刺眼。乘客形容得更直接，縫隙歪歪扭扭，工藝像汽配城。這不是黑，這是最殘酷的階段性現實。從能飛到好飛，中間不是口號，而是無數次失敗、返工、延誤和成本失控。2025年的 C919 沒有輸給波音，沒有輸給空客，而是輸給了3件事：被卡住的供應鏈、沒準備好的工業能力，以及被現實反覆教育的時間。大飛機夢當然還在，但夢和現實之間已經拉開了一條清清楚楚的裂縫，而這條裂縫正在吞噬所有過早吹響的凱歌。如果只把 C919 2025年的失速歸咎為發動機被卡，那其實是在替問題減刑。發動機是導火索，但炸藥早就買好了。第一根雷是航證，不是技術問題，是規則問題。很多人以為只要把飛機造出來就算贏了，
但在民航世界裡，沒有歐美適航證，飛機等於不存在。FAA 和 EASA 掌握着全球最核心的適航認證體系，他們不看口號，不聽情懷，只認流程、數據、審計、責任鏈。而 C919 的問題是，它不是暫時沒拿到，而是短期內看不到路徑。適航認證需要什麼？全流程可追溯的供應鏈，長期穩定的零部件來源，獨立、透明、可複核的測試數據。恰恰這些都是當前最薄弱的地方。一邊是發動機、航電、飛控高度依賴海外，另一邊是地緣政治高度不穩定。在這種前提下，歐美監管機構不可能輕易放行。這不是歧視，這是規則。第二根雷，舉國體制，最怕規模化那一刻。很多人忽略了一個殘酷事實：造一架飛機和一年造200架是完全不同的物種。前者靠攻關，靠拼命，靠非常規資源；後者靠的是穩定性、良率、體系、成本控制。而2025年的 C919 連25架都交不齊，卻已經在喊200架。這就像一個連月供都還不上家庭，已經開始討論買幾套學區房。問題不在野心，問題在於工業體系不吃情緒，只吃確定性。第三根雷，錢能解決速度，但解決不了時間。440億元砸下去，確實能換來廠房、設備、人力，但換不來3樣東西：一、成熟供應鏈的信任週期；二、工程師犯錯並修正的時間；三、市場對安全的耐心。航空工業不是互聯網，不是今天融資，明天上線，後天擴張，它更像一場長跑，每一次摔倒都要靠年復一年的復盤爬起來。而現在的問題是，時間恰恰站在對手那邊。第四根雷，波音出事不等於你就能贏。2025年，波音確實麻煩不斷，質量問題、交付延誤、監管審查，樣樣不少。但這並不自動轉化為中國商飛的機會，因為航司選擇飛機，核心只有3件事：安全、可靠、可維護，價格只排在後面。在發動機、維修網絡、全球保障體系尚未閉環之前， C919 很難真正成為替代品。到2025年底， C919 不是失敗了，而是被迫暴露了一個事實：中國可以集中力量造出飛機，但還沒準備好讓它自由飛行。這不是悲觀，這是階段判斷。問題不在要不要造，而在於什麼時候才真正具備不被人一把掐住喉嚨的能力。C919 不會消失，項目也不會下馬，錢還會繼續投，但從2025年開始，再說大飛機彎道超車，就顯得有點不合時宜了。因為真正的賽道不在跑道上，而在發動機、規則、體系和時間裡。而這些東西，沒有一項是靠喊口號能縮短的。